好，来看一下，今天我了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三国战记》官方的盖世英雄，也是基于《三国战记2》的一个改版啊。这说白了，官改呢，不得不承认啊，确实是高大上。无论是什么版本啊，大家伙就无论什么游戏，官方发布的呢，尽管呢可能有的时候没有某些什么私服啊，有一些这个版本好玩，但是呢，人家可以原创东西，人有版权，而且人可以加入各种系统。你再好玩，你是基于这些系统啊，或者说移植其他游戏的系统，对不对啊？当然咱们先不扯这个事儿啊。这一次呢，给大家伙解说的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正貂蝉一命双吕布啊，标题非常的简单直接。为什么要打双吕布呢？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啊，因为貂蝉的话，你看见吕布是不是啊？对吧？那肯定是要双杀吕布。那一个是吕布，一个是真吕布的啊，一定要搞这个事情的，对吧啊？好，看看啊 ，TAS 许褚是吧啊？许褚。然后呢，目前为止啊，你能不能快点啊？好了，可以看到他不拉钱，然后呢，这个小兵不出。这边啊，跟大家伙讲一下，这个游戏呢，可能颠覆了大家伙对这个《三国战记》的这个感官啊。它的主线剧情呢，不是说那个左慈搞事情，也不是曹操三国就是它有一些玄学了啊。不仅有什么悲迷呼。对吧？这个日本女巫悲迷呼，还有什么犬神之类的东西，它脱离了这个历史的主线啊，变得有点这个好像有点背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来操纵这种感觉似的啊。虽然说呢是一个时代，这个悲迷呼呢也是跟这个三国的末期啊，确实是一个时代的啊，也不能叫末期吧，应该叫三国的后半程啊，魏明帝曹睿期间。这个悲迷呼就是女巫啊。这个女巫呢，不等同于欧洲的那种女巫啊，因为那个欧洲的女巫呢，她是属于那种就是很多很多一些有话语权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一些非常邪恶的目标，然后呢搞出了这么一个事儿啊。但凡看见一个女的怀疑她有点什么妖术，怀疑她有点什么巫法，就说她是女巫，然后就要搞她就要整死她就是大概是这个借口，知道吧就跟那个山村老师差不多，是不是对不对？山村老师开玩笑啊。但是呢，跟大家伙讲个事儿如果说是那个日本的女巫的话不一样。日本呢，在那个时候吧，咱要说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体系也是没错的。咱们说这个野马台野马台就是Yamato，就是大和。大和呢，也不是说代表日本主要是它这个俗称大和民族对吧？太阳神天照这个后代等等的这么多称呼。然后这个女巫呢，当时呢有点政教合一，大家伙可能不理解什么叫政教合一政教合一就是我既是教主又是皇帝当然呢谈不上皇帝因为这个就是一把手一把手就是军事政治对吧？加上这个宗教都是我说的算，谈不上皇帝日本有什么皇帝那时候那时候还微扯。咱也不扯那个所谓的什么日本战国时代了然后呢，这个咱们中国也有政教合一的很多体系比如说呢，咱们不能说某一个皇帝是政教合一，比如说你像三国时期有2个人就实现了政治和这个宗教合一，一个人呢就是张鲁张鲁呢就是后来投降曹操而且他的后人呢也被我们的蒋委员长带去了这个台湾非常的狗非常狗带去台湾了这个为了让他追求这个道教的这个所谓的正统当然呢现在也是有正常的后人在我们这边我们就不多说了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呢是谁呢？就是公孙瓒。公孙瓒呢，大家伙都知道有一个三国时期的鼎盛的一个骑兵阵营叫白马义从，非常厉害。但是呢，后期呢败给袁绍了，是因为这个整体不行整体不行。而这个公孙瓒也是政教合一，虽然说他没有所谓的什么这个教义，可能他没有说什么但是他这个他是什么呢？就是别的教进不来。就比如说你好比就是咱们中国呢是有这个佛教进入了，有这个基督什么包括分支什么天主等等可能会有这个教堂进入到了咱们国家。
啊，咱就不提一些邪教了啊，那些邪教呢就更嘚儿了。所以说呢，咱们国家呢对这个宗教啊，还确实是，对啊，对于合法合理不迫害这个生命的宗教，还是非常的赞成的。大家伙懂什么意思吧？啊，还是非常的赞成的，还是非常的支持的啊！希望人民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这么一个信仰啊，无论你是佛教还是这个咱们的这个正统的这个道教啊，包括这个什么基督教啊。当然呢，咱们说这个事儿啊，主要就是说这个政教合一。而这个日本的这个女王呢，当时啊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铁血手腕的啊。我记得我玩过一个游戏，那个游戏叫什么？叫古墓丽影8还是古墓丽影7还是古墓丽影9？我真忘记了 ，sorry 啊。我是直播玩过这个游戏，想当年小狼还是直播过主机游戏的啊。虽然说小狼当时玩的是盗版啊，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个什么 Steam 平台。然后玩那个古墓丽影里面就有这个专门探访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的遗迹啊。当然呢，这是原创剧情，但是它借用了历史当中这个日本有一个野马台女王啊，叫做卑弥呼啊。而且我们在这里面呢探险，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冒险的动作类游戏嘛啊，大家伙就是借助这个故事啊。因为这个毕竟呢，日本也是游戏大户，对不对？无论是游戏的制作能力、编排能力，还是游戏的消耗能力，就是说啊，就比如说把游戏卖到日本非常好卖，因为它的这个文化是比较长，不像咱们现在啊，咱们现在是游戏产业非常发展的，虽然说有一点点畸形，但是还算不错。但是想当年游戏确实不行啊，想当年游戏呢，正版呢没有人买啊，都是盗版。然后呢，打击盗版力度又不够，所以说那个时候呢，确实是比较难受吧。那时候确实比较难受啊，在中国那个时候赚不到钱啊。好，看看一顿天女散花。那个决赛今天如果是灰跟叶枫的话，我就暂时不解说了啊，就后面一场，移过去看一看就好了，知道什么意思吧？啊，就后面那一场我移过去看看就好了。然后呢，前面的就不看了啊。好，我可以看到直接天女散花。这个古墓丽影的话呢，跟大家伙讲一下啊。屏幕上啊，首先屏幕上这个鼠标不是我啊，这个鼠标是录制视频的人的啊，是漫游的，不是我的。我们就往外一拉吧啊。其实呢，三国时期的这个故事吧，我觉得呢，三国时期的故事呢，首先呢是带有浓厚的这种。悲剧色彩，每一个人啊都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结果啊。当然啊，大多数啊，我都不是说这个全部啊，因为这个越是声名显赫的人，最后的结局啊，或者说他的家族的命运都是非常惨的。就哪怕是司马懿啊，司马氏家族，对吧？在司马炎死后，也是有了一个什么八王乱政，外加这个内忧外患，最终分裂，然后又开始重塑，然后南北朝是吧？啊，这个晋朝也是整个咱们中国历史上最没有文学或者说是影视作品，就很少有啊，就几乎是没有啊，就没有人愿意做啊。魏晋之风的那个时候感觉好像微微有点赖啊，就不太喜欢做吧，所以说这个就很皮，很皮。你就任何一个人，曹操的结局也不是很好，曹操的结局他儿子当了皇帝啊，当了皇帝，他孙子当了皇帝，他重孙子就当了傀儡了。对吧？没过3世啊，没过3世，第4世就萎了，对不对？而且他也没当过皇帝，严格来讲是第3世就萎了，对吧？因为他是号称是魏武帝，但是当时他是对吧魏王啊，只是一个天子手底下的王啊，所以说还是微面啊。像刘备的结局大伙都知道啊，那真是漂泊半生，最终还是遗憾而终。刘关张的结局也不是很好，诸葛亮呢就更不用说了啊，那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啊，一摸兜里没有纸，非常难受。那吴国的后也不是很好啊，很多人都知道孙权呢是这个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君主啊，也是确实很厉害。晚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争夺这个对吧，为了这个孩子继承人的问题，也是犯了不少错误，就跟当年的汉武帝差不多。所以说呢，孙权的结局也不是很好，最终呢他的后代传到哪儿？传到什么孙亮啊，再往后啊，对吧？孙修呢还好一点点，那再往后呢就是孙浩，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暴君，最后呢亡国了啊，最后亡国了。所以说呢，三国时期呢没有任何一个声名显赫的人是赢家，你只有人生赢家，没有命运的赢家啊，就很惨啊，不是那么好啊。所以说非常的嘚儿。
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啊，三国这个大型的 IP 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吧，咱们现在没有一些好的这个文化人啊，能够再把这个，你像咱们真正的历史啊，最大气磅礴的历史，很多人说什么？小狼说啊，小狼你说是什么？是三国还是唐朝？还是我们对吧？还是我们近代的这个清朝历史啊，非常值得这个深究。还是我们对吧？最扑朔迷离的明史啊，或者说是我们宋朝的时候，对吧？南宋、北宋、南宋这两个朝代的武侠小说非常多。到底哪个朝代啊值得大书特书？其实对于我狼来说呢，真正有一个朝代是非常值得大书特书的。在早些年间啊，咱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而且很多历史当中的典故，很多历史的典故，很多的故事成语都是来源于这个朝代，那就是我们非常熟知的周朝啊。从一开始，对吧？从一开始，咱们这个所谓的商朝啊，商纣王嗝了之后呢，我们变成了这个周朝。那周朝之后呢，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先是这个激发，对吧？然后呢，这个激发完了之后呢，又是这个所谓的周公。这个周公呢，他也姓姬啊，他姓姬名旦啊，叫姬旦啊。这个不是小狼瞎掰的啊，他确实是叫姬旦，所以说因为这个名字不太好听嘛啊，就让他就叫做周公，因为他是周朝的一个王公啊，他确实是王公啊，那么也是值得尊敬的，他就相当于代理皇帝了啊，而且确实是很厉害啊。曹操不说过那么一句话吗？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啊，是吧？那也是非常厉害的。那再往后啊，来到这个周幽王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然后再往后，对吧？咱们说，首先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啊，对吧？这一段历史那可比什么，比那个你看那什么，那叫《权力的游戏》呀什么的啊，那比那边要好玩的多啊！你要知道，有一个特别嘚儿的天子叫周天子啊，他现在在咱们现在大概是河南那个某一块区域啊，是他活动范围。那他你也知道啊，啥也不是，知道吧？就是空有一身名号，说是天子，但是并没有什么。这个政治号召力了，已经没有政治号召力了。那他封谁是谁，怎么封都行啊，才有了所谓的这个春五霸战七雄。而且呢，其实一共还有好几十个国家啊，就是比较强盛的，是这么几个啊，这是大概这个意思。那这里面的故事啊，这个就非常多了，非常非常多。整个周朝的历史800年，兄弟们啊，整个周朝800年历史，汉朝400年历史。对吧？汉朝400年历史能可书可典的，无非对吧？无非也就是，首先咱们看这个，汉朝其实也还好啊。东汉呢，中后期除了三国之前，然后呢，这个刘秀之后啊，都没有什么好的故事啊。刘秀还算是一个好的故事啊。刘秀到刘备之间啊，没什么好的故事是吧？啊，对吧？这个就大家伙了解。那西汉还好一点啊。好。我不是说武则天的那个周朝不一样啊，武则天那个周朝呢是一个阉割的王朝，无论是从他到他的继承人啊，就是继承他衣钵的，对吧？你可以说他女儿也是按照他的思路来，但是呢，你会发现，首先啊，先要神龙政变推翻他再说啊，还是要奉这个啊，还是要这个回归这个李氏的这个王朝啊，反正这个情况啊。我们解说这个游戏讲故事呢，其实也是差不多。前期啊，这个貂蝉，我们看看咱们走的路线呢是这个来自于这个非长坂坡路线，是前往江夏。然后呢，利用一个残血啊，差一点点啊就死了。然后呢，搞掉了最难缠的司马懿，拿到了《孙子兵法》一个补血。这里面呢，我们看看，由于咱们呢是拿到了这个骷髅甲。骷髅战甲呢是加这个防御力，然后呢加很多防御力啊，但是呢就是移动速度变得非常慢啊，这个是挺不好的。但由于这个貂蝉呢，它的这个对吧？由于貂蝉呢，它的这个攻击啊还是比较稳，再加上天女散花呢是不太需要这个移动能力嘛，所以说还好。西周天子是封王的工具人嘛？其实也不是了，有很多这个王他都自封了啊，对吧？
你像这个咱们最开始你说这个宋襄公啊，宋襄公也是第一个立棍的男人啊，对吧？这个人非常的仁义啊，非常的仁义，他跟战争讲仁义，兄弟们啊，这也是历史当中第一个人了啊，对吧？所以说啊，在战争残酷年代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一件事儿，就是仁慈当不了这个军事主管啊，慈不掌兵，兄弟们啊，慈不掌兵啊，义不管财，是不是？对吧？这个事儿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所以宋襄公也是非常的，宋襄公你要知道啊，他只是一个公。啊，王公侯伯子男，对吧？首先王爵、公爵、侯爵，封侯呢是很多人都能封，对吧？你像关羽啊，大家伙都了解。好了，里面有一个云石匕首啊，箱子里面是应该有个云石匕首，我们看看，要打开啊。好，云石匕首一放一扔，这个武器啊，就是看起来非常的帅气，是不是啊？这个皮肤就要比那个原版的那个要好看得多呢啊！哎呀，哈哈哈哈！对，封侯的话呢，这个侯也有很多侯啊，比如说像什么，县侯啊，是吧？县侯，然后乡侯，还有亭侯。这里面呢，县侯是最大的啊，县侯是最大的。这里面呢，这个但是跟大家伙说一下啊。这个有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些非常嘚儿的一件事啊，比如说诸葛亮啊，诸葛亮叫什么侯？叫武乡侯。很多人说小狼，那他是不是乡侯？不是县侯？不对啊，他不是乡侯。他虽然说叫武乡侯，但是武乡是一个地名，武乡是一个县啊，就跟这个张飞似的。张飞呢是西乡侯，但是呢他不是乡侯，他是县侯啊。你想张飞的女儿都后来都被。对吧？人张飞是皇帝的义弟啊，咱不封王，咱不封公，封个侯还抠搜的，还给他一个乡侯吗？对不对？啊，当然了，没有西乡和武乡这个地方啊。这个封侯有什么好处呢？很多人不太理解，说封侯就是封侯列相啊，就觉得侯是很厉害啊，这个就是个官儿。其实侯呢是一个爵位，它真正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他封的这个地方所有的税收全归他。就比如说假设我们这是牡丹江侯啊，封我为牡丹江侯，这牡丹江的所有税收，啊，所有税收就是我的啊，这个税不上交给国家的，兄弟们啊，它是上交给我的。但是呢，这个国家就没有一个叫牡丹江的地方，假设啊，就没有一个叫牡丹江的地方，那你就没招啊，那就是说白了。当然，他这个国家还是给你开钱，你不用考虑收税的问题，但是要给你开钱的，你知道吗？那这就是跟大家伙讲这个故事。那公爵说白了，你像曹操最开始他就自封为魏公啊，就跟司马昭封自己为晋公似的啊，就魏公。后来呢又加封为王啊，魏王啊，你看这个就很屌了吧啊，这就很赖了啊，魏公和魏王。就包括啊，从汉朝到这个后面，咱们从这什么唐宋元明清到清朝的时候，也有王爵、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啊，比如说你像咱们那个韦小宝，咱们看啊，什么一等子爵韦小宝啊，然后他没有直接封什么这个王公侯伯子男，对吧？有通吃伯，你看通吃伯也是伯爵啊，相当于伯爵。那再往后呢，这个对吧？他变成鹿鼎公啊，你看没看见？他最后已经做到头了，做到公啊，这就已经其实正常封公都有点过分的，知道吧？啊，对吧？这个异姓啊，当然给他抬旗抬成满人了啊。首先他是个满人还好啊，他是汉人被抬旗了，升为旗人啊，升为满人啊，应该是给他升到镶黄旗了啊。这个当然咱们是小说嘛啊，而这个你像封王的有没有？有啊，你像吴三桂，那是平西王，那可是王爵呀啊！当然，所有异姓封王的人啊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兄弟们啊，不要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啊。包括你像那个历史上咱们这个郑克爽，他也被封为什么呢？叫海成公，是不是啊？也是封为公爵啊。这个说白了。这王爵还不能给啊，没法给，对不对啊？游侠、伯爵、公爵、皇帝后面还有个国王，很多人就在中国里面这么说吧啊，国王肯定是天子是要比国王大的，说白了，皇帝是要比国王大的
比如说你像咱们平西王见到康熙，那就得叫一声皇帝，就得跪下磕头。就在周朝的时候，严格来讲也是这个样子啊！你们不要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啊，就是在周朝，咱算周幽王之后呢，那个周天子啊，就吉祥物了啊，变成吉祥物了，咱就不多说了。但是呢，名义上大家伙还是要尊崇的，对不对？比如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也是统一了六国之后才自立为皇帝，为天子，开创新朝代。啊，他如果一开始秦朝觉得自己牛逼，他就说我现在就是秦朝啊，不是秦国，我是秦朝。那我不认周天子，那所有人都可以名正言顺的打他啊。虽然说我们也不认周天子，但是呢，我不能装逼。就好比三国时期的时候，对吧？都可以不拿汉献帝当回事儿，可以不拿汉献帝当回事儿。但是你如果站出来说汉献帝我不认他，比如说像什么袁绍啊、袁术，比如说像袁术，哎，你如果说你不认是吧？你不认，那所有人都打你啊，所有人都打你，就是赖啊。开国功臣有封公的，也有封王的，因为他贡献特别大，封王也是没招。别说这个事儿啊，就好比有一些王爷，有一些摄政王啊，有一些摄政王，其实行皇帝之实，但是他名义上不是皇帝，但是呢，在这个太庙的时候呢，是要给他供一个牌位的啊，供一个牌位的，就是认他为这个有帝。甭管是清朝的这个多尔衮，还是明朝有一个叫代宗啊，这个叫。说白了啊，就是大家伙都知道那个叫朱祁镇的是吧？啊，朱祁镇那个叫明英宗是不是啊？他是最开始呢去御驾亲征，听了这个太监的一个太监的话，御驾亲征，在对吧土木堡战役当中被人升旗当了吉祥物。但是呢，这个明英宗呢，哎，当皇帝呢可能一般化，但是呢跟这帮人交朋友有一套。啊，这个人啊，这个情商挺高，啊，当皇帝一般化啊，情商非常高，跟这个外面这些人吧处的不错啊，这一处的不错吧，这个一帮人绝对就给他放了，反正人家已经有皇帝了啊，人已经有皇帝了，对吧？这个朱祁钰当了皇帝，就给他放回来了。其实呢，放回来呢是其一，主要的目的也是想要干扰他国内政。你放回来了怎么说？对吧？你是要回去当皇帝呢，还是回去之后被搞死？啊，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呢，他这个弟弟啊，说白了呢，这个一旦啊权力到手了，再让他放下来可就难了。兄弟们知道什么意思吧？啊，就跟现在很多这个涨价，就像我边上今天那个卖那个安徽板面的，对吧？前2天鸡蛋死贵啊，这8、9块钱一斤。现在呢，对吧？所以说他把鸡蛋涨到了2块钱一个啊，以前是1块钱加一个鸡蛋，现在是2块钱加一个鸡蛋。但是呢，现在鸡蛋呢这个价格降下来了啊，价格已经降下来了。降下来之后呢，它这个鸡蛋不降了，它就是卖2块钱一个了，懂什么意思吧？啊，这个鸡蛋就不降了。啊，这个就是既然我拿到手了，就不要跟我说什么啊，你还要再拿回去了，明白吧？啊，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说呢，他这一回去吧就不好使了。不好使之后呢，由于吧说句实在话，这个人情商还真挺高，加上之前拥护他的大臣还比较多。就之前那个于谦儿啊，就是于谦儿是把这个皇帝给对吧给推上去的。后来这个于谦儿呢也没得到什么好下场啊，没得到什么好下场。当然咱就是借着这个事儿跟大家伙说，那他当了皇帝，行了皇帝之实，咱们无论啊眼下的皇帝是怎么恨他，但是呢既然你当过最高领导人，我们还是要立一个牌位的啊，还要立一个牌位的啊。这不是电视剧的情节吗？这是真实历史啊！你看那个电视剧，应该是那个霍建华演的那个吧？啊，那个叫什么《女医明妃传》是不是？还不是什么什么的？好像你们觉得是这个是不是？但我告诉你啊，那个电视剧肯定是假的，但是那个电视剧的背景故事确实是真事儿啊，确实是真的啊！你没有听错啊，确实是真的啊！好，感谢我们的无极得忍者赠送的办卡。好，看看
这边是，哎，我就觉得这个肌肉非常，就个子非常矮，但是浑身肌肉的这个小兵啊，长得非常结实啊，确实非常结实。立牌位。清朝的话也是，你像那个顺治皇帝，对吧？他小的时候被这个，对吧？被这个多尔衮，是吧？叫摄政王。然后这个多尔衮呢，怎么说啊？这最后也被鞭尸了啊！最后被鞭尸了，老惨了啊！好，一个大 P， 不走这个路线，我们看一下啊。咱们是不走这个室内路线，貂蝉其实云石匕首啊，我觉得其实已经到头了啊。它这个貂蝉是有4把武器的，血匕首、云石匕首，还有一个飞天虎爪，还有另外一个武器啊，叫日月双钩。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没啥用啊，我觉得没啥用，有这个云石匕首就好了啊。云石匕首好像还是加这个，除了加攻击力之外啊，还加防御力啊，还是啊。好，看看刘备到底讲不讲义气？当然讲义气了，对吧？首先刘关张这个是讲义气的啊，无论是小说还是历史，这个从没有任何的证据说明这个刘备不讲义气啊。咱们就既然咱们没有穿越时光机去回去看看他到底讲不讲义气，但是根据历史记载，根据民间传说啊，基本上都是讲义气的啊。只是有一些搞阴谋论的啊，认为刘备不信任关羽，才怎么样啊，才那个什么派傅士仁还有什么这些人去镇守一些这个交通要塞，然后不救这个什么。但这事儿是不对的啊。首先不信任就不会留守给他，对吧？正常守荆州的人是诸葛亮，是刘备呢受到困难了，选择留下一个人。他怎么不把关羽派去诸葛亮留守呢？说白了还是信任这个关羽。当然呢，很多人说诸葛亮不去也不行啊，那确实是不行。但是呢，就目前来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当然呢，咱们看《三国演义》里面，刘备讲不讲义气？我这么跟大家伙讲一句话啊，刘备讲不讲义气不重要，但刘备最开始的初衷，他是没讲义气的，他是想要号称想要复兴汉室。自己想要成就霸业，对吧？当值乱世，而乱世则必出英雄。你们两个投军有什么前途？不如咱们自己干，咱们自己当英雄啊，对吧？那对吧？然后开始老凡尔赛人了啊，他们两个要当啊，他不去，他先跟这两个人讲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叫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故事是从前有座山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反正呢，这个刘备啊，这个就确实是利用这个关张，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关张真的是够意思，关羽啊，对吧？这真的是这个就甭管怎么样，关羽是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好的，日月双钩，看没看见？这日月双钩在这个位置上可以有2种方式获得啊，一种是这个密室，还有一种是另外的一个密室啊，应该是吴军的密室了啊。刘备的话呢是这样的，他这个关羽对他没说的吧啊，张飞对他更是没说的。很多人说那关羽对刘备好，张飞其实更狠。好，前线撞能撞出一个威灵仙，也是大人参啊。张飞呢，你要知道财神爷啊，那是啊。刘备一开始的创业基金就是张飞给的啊，而且呢，之后的第2次创业的创业基金也是张飞给的。你说气不气人？你说啊，对吧？而且张飞呢，不仅这个人有钱啊，仗义，而且这个人是真厉害，真猛啊，对吧？这关张之勇啊，说句实在话啊，关张之勇那可是真的是万人敌，对吧？理论上来讲呢，在小说里描写啊，关张的这个统军兵马的这个能力比赵云厉害，赵云是当不了什么太牛逼的大将。他能当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副将，或者说是，比如说啊，就金牌打手，啊，金牌先锋，他当不了这个主教练啊。而张飞和关羽就能当。虽然说很多人说小拉你别闹了，张飞那个智商有勇无谋的，哎，这句话吧你还真说错了。张飞如果不是性格上有缺点，啊，张飞打，你看张飞打仗，除了正常输给吕布是
他好喝酒，被吕布偷袭啊，里应外合被偷袭了。再往后呢，还有军事上对吧能力不足啊，逃亡逃败啊。剩下的你看张飞输过几场？张飞根本就没输过的啊，就后来就没怎么输过了啊，跟谁打都是赢，你没有输的啊。所以说张飞是确实厉害啊，应该算是刘备最有福气的武将了啊。那你再就是这个情况啊，所以说你看啊，有的时候吧，这玩意儿吧也看命，对吧？卧龙凤雏，五虎上将。啊，魏延、马良加徐庶，这天底下大多数牛逼的人全跟了他了，可他最后还是输了，这个就值得对吧？耐人寻味了啊，这没办法啊，对不对？你就是你所有你认为你所有厉害的人全都嗝屁了，啊，全都给你了，你也不行，那对吧？还是。他的对手太厉害啊，还是对手太厉害啊，包括他自己也没那么厉害。比如说你像那个光武帝刘秀，对吧？这个光武帝刘秀，也就是刘备的这个谈不上刘备的祖宗，因为刘备呢是人家西汉皇帝的后裔，而不是刘秀的后裔。但是呢，刘秀呢也是西汉皇帝的后裔啊，这个啊甭管多远的亲戚吧啊，的沾亲就封皇叔啊。这个刘秀呢，就是不一样。早年间，他虽然说是皇帝的这个，对吧？这个子嗣啊，也不能是皇帝的子嗣，反正他也是他妈的，啊，他那个是真的啊，他那个是真皇帝啊，真的是那个后嗣啊，真的是后嗣。但是他是个种地的，兄弟们，我不知道你大伙能不能理解啊？这个刘秀啊，就汉光武帝，一个是光武，一个是昭烈嘛。这光武对昭烈这是有说法的啊。这你说这个刘秀最开始都骑着猪上战场，都没有马，没有牛，没有驴，骑个猪上战场，就这种啊，你就这种，最后当皇帝了。你说最开始他有什么，对吧？啊，最开始他跟绿林军大哥被人整死了，他忍了，忍完之后呢，对吧？娶个好媳妇儿。然后又娶一个好媳妇儿，但是那个媳妇儿好不好的，后来都嗝屁了啊，咱就不说了啊。那个媳妇儿她家里人牛逼啊，对吧？啊，跟人打仗还没等跟人打呢，直接一个陨石给人军营砸了，对吧？天降陨石，大魔法师啊，大魔导师直接给人陨石把人军营砸爆了。你这东西都是命啊！你说这刘秀，你说他武功高强，还是怎么的啊？短的三两年时间就成就霸业，这种人我就没见过啊！这整个这个历史上开国皇帝就没有这么顺的啊！你就哪怕是赵匡胤，人也是先当了这个御林军，后来当了这个大将军，人家才当的皇帝啊，黄袍加身，哪有像刘秀这么顺的啊？是不是？好。这个弓箭手来的，你看这个弓箭手有点东西。这个天女散花呢，有的时候还能背后有判定啊，要不然这个小兵有后面一顿射。曹操都说了，说后面这个小兵，你等我，我他妈我诛你9族，对吧？我在他面前你还敢射啊？真是的啊，太赖了啊！野猪比熊还猛，那肯定不是野猪。最开始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亮剑里面那个叫骁种一男，亮剑里面那个反派的大 boss， 就是那个晋西北战区那个啊，就是日本的那个中将啊，大家伙知道中将也是很高的官了啊，叫骁种一男，是不是啊？这个人儿怎么说这个事儿呢？啊，这个人他不说吗？看了李云龙的照片之后啊，就农夫得死啊，就是意思像一个农夫一样，怎么能瞧不起农夫啊？啊，那这农民就不能当皇帝了，照样有当皇帝的啊！那个胖子老惨了，一开局一个前锁，直接锁到悬崖底下摔死了。然后从悬崖底下，这个胖子掉到悬崖底下，肯定有一个人家啊，有一个老两口，老两口呢肯定啊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然后给他救活了，救活了这个胖子跟他女儿呢，俩人就发生事儿了。然后呢，这个老头和老太太一看啊，你们不能在一起啊，因为你们是失散多年的兄妹，要不然剧情就是那个胖子掉下山崖，然后呢，但是呢，山崖中间有个山洞，他没掉下去，山洞里面有一个大猩猩的尸体，这大猩猩皮里面有一本九阳神功啊，等等，
或者说是啊，对吧？有一个尸体在边上啊，边上有这个武功秘籍，有什么金蛇秘籍啊，什么的啊，反正是这个故事剧情都写得非常完整，对不对？好，看看，乌噜个鬼了，乌噜啊！好，看看，好，一手血杀，这个给他打下来就行，但是好像打不下来啊。这个设定啊，对，这上面的是梦幻的血量，我以为上面是梦幽的血量啊。好，直接抠死。这个感觉其实像这个飞天虎爪啊，飞天虎爪啊，我感觉就是包括像这个日月双钩，无非就是换了一个颜色嘛，飞天虎爪换了个颜色而已嘛，对不对啊？好，赵云为什么人气这么高？赵云人气高是因为赵云忠义啊，对吧？而且在《三国演义》当中，赵云的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呀。啊，《三国演义》当中赵云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是实话实说，可不是你说我是乱讲的，我不是乱讲的啊。但真实历史当中呢，赵云地位也不低，兄弟们，你们总以为赵云的这个地位低，赵云的官职低啊，但是呢，他的话语权还真不低啊。刘备是封他为长内侍，就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啊，让你管。说白了，自己后方的事儿是非常重要，后方的事儿啊交给赵云去管。也不一样吧？你想想啊，赵云的官儿不大啊，赵云的官儿不大。喝水了，这不最后一口水吗？啊，赵云的话语权是很有话语权的，那就包括后诸葛亮时代啊，也是非常尊重这个赵云。因为跟随先主最早的一批人包括赵云，而赵云呢，他最狠的是什么呢？赵云最狠的是刘备啊，无论怎么创业，赵云都跟着他啊，哎，都跟着他。好了，这口呢直接把这个云石匕首给扔掉了，直接拿这个日月双钩了，云石匕首不要了啊。蜀国地位仅次于刘备的是关羽，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哎，对。这么说的话，我得跟大家伙说一句公道话啊！你们肯定会认为五虎上将里面最牛逼的是关羽，对吧？当然是关羽啊，肯定是关羽，因为关羽镇守着荆州，这是关羽的官职肯定是高的。但是事实上不是，他的官职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马超啊。那说小狼你净吹牛逼，那关羽、张飞还不是最大的官，对吧？五虎上将之首不是？马超是最大的啊，就很多人说那肯定是关羽死了之后是吧？马超最大的不是，关羽没死也是马超最大啊。那怎么说啊？赖逼啊！所以说就这个情况啊，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政治这种东西吧，它得夹杂着一点东西。虽然说马超的官职大，但是毫无实权啊，没有实权，对不对？对呀，你像马超这个可是，他祖上可是伏波将军马援，啊，那可是正儿八经的，跟着光武帝刘秀打天下的人，手里拿的那个锤子叫擂鼓瓮金锤，那可是传说中对吧？《隋唐演义》当中第一条好汉李元霸拿的武器。你想想啊，李元霸拿的是擂鼓瓮金锤，马超的先祖拿的也是擂鼓瓮金锤。怎么说啊？说明这个李元霸厉害，咱就不多说了吧。李元霸拿的武器是马超的这个先祖拿的，这说明这个马援很厉害，对不对啊？马超插秧王，对，其实这个事儿吧，要跟大家伙说的话呢，真正我认为啊，你像这个三国这段历史呢，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全世界啊都非常认同《三国演义》这一本书啊，而且也认同《三国演义》的这个电视剧。想当年《三国演义》的电视剧在日本啊，就在日本人呢是一集1万块钱买的啊，现在日本人都说真赚了啊，真的是赚了啊。当然，日本呢最近听说也要拍这个，日本想要拍三国啊，因为日本拍过西游，对吧？拍三国呢，人家不用说拍，首先人光荣做的这个游戏也做了不少
好，他是怎么看出来这个是真是假的？我不知道，但是呢，据说是有方法能看出来啊。他没有用那个法典去砸。李元霸和李元芳是拜把子兄弟。好，哎，这个吕布手拿方天戟家暴了啊！每次一到这儿咱们就家暴啊！小狼评价一下戚志才，没法评价啊！戚志才就是有才是有才，就是死得太早了，郭嘉死都比他晚啊！所以说你会发现，真正牛逼的人是啥？还是荀彧，哎，对吧？又能帮你打理后方，帮你筹钱筹粮。又能帮你举荐人才，管理后方的这个后储备干部，对不对？你想想啊，所以说荀彧这种人啊，诸葛亮这种人确实是牛逼啊！他不光说是军事指挥能力的问题，军事指挥什么出一点阴谋诡计，这都是小事儿啊，这都没什么啊，对不对？好，对呀，你像荀彧、诸葛亮。这种人都是可以帮你打理国家的啊，其实庞统也是可以的啊，但庞统死得早，咱就不多说了。庞统的性格呢属于什么呢？庞统的性格就是属于鹰派的，大家伙记住一件事啊，庞统属于鹰派的，诸葛亮呢也是鹰派，但是没那么鹰啊，鹰鸽之间啊。你像这个法正的话呢，就是有点像那种阴谋派的啊，非常阴，有点像这个什么程昱啊。这种人啊，就是心狠啊，心狠，面善而心狠啊。但是这个谁就不一样了啊？你像这个鲁肃鲁大师呢，他的才华、他的能力，包括军事指挥能力，也不下这个，也不是很差，也很厉害，也是一线顶啊。只是呢，被这个小说里写的就有点为了衬托这个诸葛亮啊，衬托周瑜，显得好像鲁肃比较面似的。但这个鲁肃呢，就是纯鸽派，他就是鸽派的啊。他虽然说不投降曹操，但是他也鸽啊，希望呢以和为贵啊。好，程昱不是混子吗？不是的啊。程昱的话呢是非常心狠的那种人。郭嘉呢是怀柔政策啊。郭嘉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想把事情做得更完美。就这个为什么曹操喜欢郭嘉啊？郭嘉这个人呢，就是说给他出的这个计策呢，都能说到点儿上。对吧？曹操想要干什么？他把这个事儿的利弊全给你说明白了啊！一顿彩虹屁给你说的明明白白的。你如果这么做可以啊，主公可以这么做啊。你这么做呢啊，有多少个利啊？有多少个不利的地方啊？那你这么做啊，行，这么做也行啊，怎么样？给你说的明明白白的啊，就跟这个李儒差不多啊。那李儒也是没办法，他跟着这个董卓啊，那跟董卓还玩啥呀，对吧？然后程昱就是纯是干，就是干。看《三国演义》那个电视剧里最有意思，有个叫施旭的，就是为了这个打赢仗了之后呢，开始就是庆典啊，邀功庆典。这个人不是开始整那个乐器什么的吗？后来这个曹操呢，开始给那喝多了，曹操横槊赋诗。结果呢，这个施旭呢，搁这逼逼赖赖的，让曹操给整死了啊！整死了之后呢，很多人就不愿意，这个后面这个到那个黄盖投降的时候，对吧？这个程昱就不敢吱声了，对吧？他再扫曹操的兴，曹操把他杀了怎么办？对不对啊？好了，杀了一个吕布，又杀真吕布啊！刚才你们看到那个背迷糊了没有啊？背迷糊也出来了，杀了吕布又杀真吕。啊，这个妥妥的家暴。我跟大家伙讲一个事儿啊，虽然说真吕布非常的难打，但是无论怎么看啊，我都觉得一件事儿就是单挑 BOSS 啊，永远都是非常简单的感觉。好的，可以看到这边呢是放了玄武神器，尽管打血像刮痧，但是呢无限连，对吧？为什么每个朝代结束的时候妖魔鬼怪才出来作乱？是这么说的啊。大家伙知道吗？啊？你们知道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出师有名。什么叫出师有名呢？就是你要兴兵问罪，你要起兵谋反，你要打他的时候一定要有个理由。就哪怕就是说，就哪怕那个郭德纲那个我是黑社会那里面，对吧？
你过来，来，啪一撇子，你怎么不戴帽子的啊？你必须得跟他说清楚啊！你为什么不戴帽子？你不能上来就打，你不讲道义啊！这个妖魔鬼怪是什么意思呢？当老百姓想要造反，想要自己当皇帝的时候，对吧？啊，他要不然就说皇帝昏庸无道啊，天地无道啊，我劫天地以正气啊，对吧？啊，是不是啊？借用一些妖魔鬼怪之说，比如说像刘邦什么斩白蛇，就哪怕是陈胜吴广，也要整一个鱼肚子里面有个什么陈胜什么玩意儿的啊，对吧？也要给你写一下，对不对？啊，刘邦也是，刘备也是，啊，刘备你看最开始不也是说吗？说这个啊，说那个我家门啊，对吧？说那个村中有一个古桑啊，有一个古树，这个树呢有很粗啊。张飞就听说了，说这个古树里面会出这个贵人。什么叫贵人呢？啊，就是啊必会出贵人。这个故事是谁传出去的？刘备传出去的，因为他家在那儿啊。他就说这个树底下能出皇帝，对不对？好，可以看到狂妄妖女，哎，卑弥呼鬼道之力。好了，一个呼风唤雨，一个雷。好，可以看到单挑卑弥呼啊。小的时候不认识，肯定叫什么叫贝尔呼，是不是啊？贝尔呼啥意思？对不对？贝尔呼就是好，对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嘛，这也是啊，这也是。当然外族入侵就没什么好说的，你像什么对吧？这个元朝啊，对吧？他结束这个东汉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咱就不多说了啊。好的，这个吕布是打我的呀，这吕布啊，怎么我大哥我都把你打败了，你怎么还来打我呢？啊，这狗啊，这双 boss 这挺难的，兄弟们啊，这挺难的。对呀。这很多理由，比如说清君侧也是理由啊，对吧？对吧？很多人想要大臣想要谋反，他就什么理由呢？因为历史当中有两个人，一个是伊尹，一个是霍光，啊，行伊尹霍光之事。伊尹的话呢，年代比较久远了啊，这年代就比较久远了啊，他呢这个也是啊，就是这种。霍光呢，大家伙都知道，那就是也是这个把皇帝确实是嘚儿，他把皇帝拉下来，自己呢。掌握一把手，虽然说后来还这个政了，他把这个政治这个位置还给这个合法继位人了，但是呢，也就这个意思。好的，水属性直接加血，有点难啊，兄弟们。还有一个白虎神器，兄弟们啊，还有一个白虎神器，这个白虎神器放完了之后呢，咱们是无敌的啊，是无敌的。选择用这个徐晃。啊，徐晃的伤害非常的高，我们看看，还剩7秒钟啊。好，不够，我们看还有气儿没有？一个必杀，前天女散花，这不打消耗真的有点难。好在吕布没有了啊，吕布没有了，其实怎么连都行了啊，再来就死了，刚刚好。传说中呢，貂蝉一命双吕布打卑弥呼通关，当然没有走犬神路线啊。那个犬神的话，我个人感觉也没那么难啊，兄弟们啊，也没那么难。当然呢，卑弥呼也是可以召唤出犬神来跟咱们打，但是召唤出吕布，我觉得吕布也挺难的啊。好了，最后呢，骷髅战甲呢直接扔掉了，咱们也是结束了啊。再次呢感谢漫游给大家伙打的这么一个正貂蝉的一命双吕布卑弥呼通关啊，拿了云石匕首跟日月双钩，但是呢。貂蝉看的有点腻了啊，还是希望这个漫游可以有机会给大家伙打这个新人物或者新剧情啊。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这个再就是西游释厄传2，如果有机会的话，给我狼啊，这个再做几期其他人物和不同剧情的啊，这样会比较好了。在片尾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小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下期再见吧。